这个男人家中突然挖出一具木乃伊，但这木乃伊现世后怪事不断，有人被车无故撞倒，有人被房梁砸伤，有人一病不起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男人名叫贤民，是一名导演。这天他欲将家中的古宅翻新改成摄影棚，没想到竟然挖出一具木乃伊。贤民看到木乃伊那一刻有一种莫名的心痛感，于是他没有上报族长，私自将木乃伊捐赠给博物馆研究。负责此次研究的教授名叫西善，跟贤民一样，西善看到木乃伊悲伤不已，而且西善看到贤民也有种似曾相识之感。奇怪的是，木乃伊出现后，西善和贤民身上都发生了怪事。西善总梦到一个看不见脸的女人，她的丈夫正为她纹身。西善醒来后，她的后背竟出现与梦中女人一样的花朵纹身，但医生告诉她是太阳色素沉积。她的前辈则认为她压力过大，劝她看心理医生。贤民这边的情况也很离奇，每到夜里，他总能听到柴房里有猛烈的敲门声。贤民壮着胆破门而入，竟然出现一名白衣男子自尽的幻觉。西善回到实验室后，开始着手研究木乃伊。西善告诉同事们，他对木乃伊有一种异样的感觉，甚至大声呵斥同事对木乃伊的不尊重。他们经研究发现，木乃伊整体保存非常完整，但手指甲有脱落情况，似乎生前遭遇了什么。一名女研究员还发现木乃伊间后背有类似胎记的东西。正当他们的研究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，西善得到消息，捐赠者要求返还木乃伊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呢？原来贤民的堂叔从工人手中拿到了木乃伊生前的书信。堂叔得知木乃伊生前是家族13代孙赵武贤的妾，但因为一些丑闻未能入族谱，堂叔不想家族丑闻被公之于众，只能阻止西善等人的研究。显然西善并不想放弃，他孤身来到贤民家中协商，却意外发现贤民新作品的手绘稿竟与自己后背的纹身一模一样。难道他与贤民有什么渊源吗？之后西善与贤民找堂叔协商，西善表示木乃伊会返还，但得等他们研究一些东西来。随后两人又去了古寨，没曾想等贤民一靠近屋子，研究室里的木乃伊手竟然动了。紧接着贤民被掉下的房梁砸伤，贤民的助理感觉是木乃伊在作祟。除了贤民被砸伤，挖到木乃伊的工人因为贪念拿走木乃伊的戒指，却在路上无故被车撞翻。趁着夜晚，助理拿着相机想拍点脏东西，却也发生意外，相机被撞烂，这让助理更加确信木乃伊作祟。西善回到家，发现肩上的纹身越发明显，而且他在木乃伊的肩上也发现了同样的纹身。难道他与木乃伊之间有什么特殊的联系吗？西善赶紧找物证科同事了解新情况，从同事的口中得知，木乃伊的遗物毛笔有书写的痕迹，但并没有在古宅找到相关物证。西善再次找到贤民与他协商，并问是否家族中有人被关致死的情况。好巧不巧，此时堂叔来了。堂叔语言磕巴，眼神躲闪，好像在刻意隐瞒什么。西善见问不出什么东西来，又独自一人到古宅找证据。他意外发现破败的墙壁有被人抓过的痕迹。等他用手触碰到墙壁时，脑海里出现一个女人不停地用双手抓墙皮的幻觉。西善被吓得脸色发白，他回到实验室，看着木乃伊，问出心中的疑虑。这时贤民的一通电话打断他的思绪。贤民与西善约好第二天来研究室拍照，因为他另一部相机摔坏了，木乃伊的照片都没有留底。第二天，贤民带着专业的摄影装备，正专心致志地给木乃伊拍照。西善脑海里又出现丈夫给女人纹身的幻觉，这次画面很清晰，那个女人的脸竟然跟她长得一模一样。正当西善缓过神来时，发现木乃伊又有了动静，贤民的补光灯正朝他狠狠地砸过来。好在西善反应快，贤民躲过了一劫。事后西善终于向贤民坦白，他多次在梦里梦到贤民，还灵魂拷问贤民。贤民当然有梦到过。正当贤民窃喜两人是命中注定时，碍事的前辈来了，但前辈只想着怎么追求西善，对于西善近段时间来发生的怪事一点都不关心。看着前辈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，让西善感觉话不投机半句多，停止了两人的交谈。次日，研究室里准备对木乃伊进行解剖，这时西善又感受到木乃伊的异样，连忙叫停。同事们一脸不解，还以为西善最近太累，精神错乱。好在主刀教授临时有事，解剖实验被暂停。西善回家休息了几天，越想越不对，他忍痛薅下自己的头发拿给检验科同事，表示这是在现场发现的毛发，让其检验是不是木乃伊的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经 DNA 检测，西善的头发与木乃伊完全相符，这可把西善惊呆了。这是否说明他与木乃伊是同一个人？贤民这边也不顺利，因为夜晚频频听到柴房的敲门声，让他心神不宁。他跟堂弟说出自己的疑惑，但堂弟却觉得他疑神疑鬼。这天，贤民再次看到白衣男子上吊的画面，惊恐之余，贤民决定去看精神医生。
好巧不巧，西善的前辈正好是这里的精神医生，从同事口中得知贤民的情况，加上西善近日来发生的怪事，前辈敏锐地察觉这里面一定有秘密，于是他将贤民转移到自己的科室，对贤民进行催眠治疗。前辈在贤民催眠中得到几个信息：一个名叫赵武贤的男子给他的妻子纹身，之后男子不知为何被锁在柴房，不停地敲门就是出不来。前辈结合西善身上的纹身，他猜测两人一定有特别的渊源，但此时他们两人是情敌关系。前辈只告诉贤民，他这种情况与年幼的经历有关，只要注意观察加后期治疗。等贤民回到家后，得知西善去他家古宅了。贤民找到西善时，发现他正沉浸在悲痛中。这时西善突然性情大变，狠狠地掐住贤民的脖子。就在贤民命悬一线时，堂叔赶到，一把将西善推开。这时堂叔惊恐地发现西善肩上露出的纹身，堂叔顿感不妙，警告贤民离西善远一点，他们不是好姻缘。贤民一脸疑惑，但堂叔就是不肯说出真相。第二天，贤民找到西善询问昨晚的情况，西善表示昨晚并不是他的意愿，并大胆猜测他与木乃伊是同一个人。贤民突然想到挖到木乃伊的工人或许知道点什么，于是带着西善找到工人。工人一开始支支吾吾，什么都不肯说，还表示最近家中遭难，自己意外车祸，妻子生病却找不到病因。直到他看到妻子手中的戒指，恍然大悟，他们家的倒霉事就是从这枚戒指开始的。于是他带着戒指追上贤民，将戒指交还。西善回想着，如果工人发生的怪事不是偶然，那一定还会有人会出事。他们想到了堂叔，每次堂叔见到他们都言辞闪烁，一定有什么秘密。但堂叔顾及家族脸面，对着他们一顿臭骂，将西善轰走了。事后，贤民将戒指拿给堂叔，并告诉他工人身上的怪事。堂叔只留下一句：“이건 내가 알아서 할 테니까。”第二天，贤民从前辈口中得知自己催眠中一直提到的男人名叫赵武贤。他带着这个疑惑回家，意外发现堂叔独自到后山祭拜，祭拜的人恰巧正是赵武贤。贤民看着这个画面，悲伤的情绪涌上心头。而堂叔回到家中，继续看着木乃伊留下的书信，却被突然倒下的书柜砸伤。如果不是他儿子发现及时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堂叔受伤更让贤民确信堂叔在隐瞒某些事，但堂叔就是死鸭子嘴硬，啥也不说。这时贤民的助理突然想到，曾看到工人将木乃伊的书信交给堂叔，且堂叔拿着书信与家族老人家探讨过。贤民带着西善找到老人家，但老人家口风也是紧得很，恰巧堂叔也来找老人家，贤民又遭到一通臭骂。贤民走后，堂叔将在西善身上发现的纹身告诉了老人家，他们确信木乃伊这是回来复仇了。为了贤民着想，他们准备将西善处理了。西善回家途中遇到一群黑衣男追杀，正当他慌乱逃跑之际，又有一种神秘力量在暗中帮助他，勉强逃过一劫。晚上，西善接到堂叔儿子的电话，原来堂叔的儿子因为欠债，准备拿木乃伊的书信与西善换钱。西善看着书信，终于知道事情的原委。木乃伊生前名叫小善，曾被官兵抓过，就在差点被侮辱之际，他一刀插进官兵的后背，死里逃生的他却被婆婆拒之门外，大骂她是有污点的女人。凭借她怎么解释，婆婆就是不肯接受她。好在她的丈夫赵武贤没有放弃她，将她暂时安排在家中的密室，也就是后来的古宅。两人闲时就在这里偷偷约会。女人每天躲在这暗无天日的密室里，但她不怕，因为她有爱她的丈夫。赵武贤不仅将祖传的戒指送给她，还在她身上纹上永不凋谢的花。但他们幸福日子没过多久，赵武贤被迫又娶了新媳妇。新婚夜，赵武贤跑来找小善，一脸深情地表示永远只爱她一人。只是没过一天，小善藏身地被发现了，不仅被封住了出口，还被抹上石灰。小善痛苦地向赵武贤求救，但他意外发现赵武贤也在封锁的队伍里。心灰意冷的小善留下诀别信，死也不会放过你。西善看得泪流满面，回想着贤民最近的意外，他猜想木乃伊这是回来复仇了。为了不让贤民再受到伤害，西善拒绝了贤民的见面请求，并要求以后都不要再见面了。贤民从上次拍摄木乃伊的照片中发现一张与西善一模一样的照片，这才确信西善说的他与木乃伊是同一人。在慌神中，他差点出车祸。这时贤民又得知堂弟受伤住院的事，原来堂弟也起了贪念，不仅拿走书信，还将木乃伊的戒指一同拿走了。随后便在路边被突如其来的石头砸伤。堂叔看着受伤的儿子及手中的戒指，若有所思。第二天，堂叔来到研究室请示看木乃伊，趁四下无人，他拿起手术刀朝木乃伊狠狠扎去。恰好西善及时赶到，制止了他的行为。但此时画风突变，堂叔又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操控，将刀刺进自己的身体里。西善的同事恰好看到堂叔倒下，误以为西善是凶手。西善就这样被带到警察局，任凭西善解释是木乃伊的手笔，警察就是不信，他们只相信证据，不相信鬼神之说。
但等他们看到现场监控视频，惊呆了。堂叔果然是被自己刺伤的，面部表情还很奇怪。此时，堂叔在医院里也苏醒了，西善才得以被释放。西善来到医院，将书信放在堂叔的床头，只留下一句话：西善走后，贤民来到医院也看到了书信，这时脑海里的画面终于清晰了。赵武贤曾为妻子纹身，与妻子以风铃声为信互相传音，这也解释了为何他与西善对风铃声有莫名的亲切感。贤民看得泣泪成珠，西善这边以为事情搞清楚了，决定与前辈共进晚餐放松心情，却意外发现贤民在前辈这边的诊治情况。他猜测事情另有真相，他带着笔记本来到贤民家中的柴房。经过一番折腾，他终于找到赵武贤生前留下的遗言。原来当年他被迫娶妻后，趁着新婚妻子熟睡，他偷偷来找小善，不料被妻子发现，告诉公婆。小善就这样被他亲自封印在这间密室里。期间赵武贤也曾想偷偷救小善出来，却被父母发现关进柴房，最终留下悔恨书，请小善永远不要原谅他，然后上吊自尽了。得知真相的西善赶忙寻找贤民的下落，而此时的贤民正在研究室里对着木乃伊说对不起。木乃伊突然苏醒，变成生前的模样，死死地掐住贤民的脖子。好在西善及时赶到，说出了真相。小善哭了，哭得很伤心。他终于明目了。最终木乃伊被下葬到后山，与赵承贤一起，一对有情人苦等400年，终于在一起了。以上就是韩剧《400年的梦》的故事内容，既惊悚又感人。